他把妻子切成2半，放进了冰箱里。你拿着杨丽萍的身份证去和异性开房，如果我一个人一直待着静下来，就会，所以说到处去。画面中这个漂亮的女孩叫杨丽萍，时年29岁。她被丈夫放在了冰箱里整整3个月，丈夫也和她共处一室整整3个月。时间：2017年2月1日，地点：上海市。这天是杨丽萍的父亲60大寿，父亲左等右等没有等到女儿的到来，寿宴马上开始了。杨丽萍的父亲接到了自己女婿的电话，女婿名叫朱晓东，他在电话中说道：“岳父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现在就去自首。”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朱晓东的岳父顿感大事不妙，连忙来到了杨丽萍家查看情况，差点当场晕厥了过去。自己的宝贝女儿在3个月前就被女婿放进了冰箱里，他们无法接受女儿死亡的事实，他们更不能理解朱晓东跟女儿才结婚半年，为什么朱晓东要下此毒手。杨丽萍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，毕业后就在上海某重点小学担任语文老师，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自己丈夫朱晓东，最后在2015年5月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结婚没多久，杨丽萍就发现自己的丈夫依旧在和前女友保持联系，就因为这件事2人多次爆发争吵。朱晓东最后还写了一张保证书，保证书上的内容是：从此以后我的眼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查看我的手机。保证书的最后一句写着：如果你再发现我有外遇，那就在家里烧炭，大家一起死。为什么朱晓东犯错要带着杨丽萍跟他一起死呢？面对审讯，朱晓东是这么说的：这句话是杨丽萍让我写的，我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，我觉得是因为她太爱我了，她处处都想控制着我，她害怕会失去我才让我这么写的。经过调查发现，朱晓东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杀害杨丽萍的想法。在2016年9月，他用自己父亲的手机在网上买了几本书，其中就有《死亡哲学》、《大案纪实》以及是《死亡解剖台》这3本书，并且《死亡解剖台》这本书里详细的描写了藏尸冰柜的故事，而朱晓东正是把书里的故事变成了现实。朱晓东家位于上海的老城区，房间面积不大，仅有35个平方。这小小的房子里，朱晓东养了10几只蜥蜴。在案发前半个月，他特意把阳台的东西都清理了出来，在网上买了一个冰柜和一个摄像头。他把冰柜放到了阳台，把摄像头对准了冰柜。面对审问，朱晓东说：我买冰柜是用于存放饲养的冷血动物的饲料，并不是蓄谋杀害杨丽萍的。除此之外，谨慎的朱晓东还让杨丽萍辞掉了学校的工作，因为他害怕妻子突然旷工会引起学校怀疑。本来杨丽萍是不想辞职的，但他对杨丽萍说：老婆，我们公司打算把我调到香港工作，你是想跟我一起去香港，还是自己在上海？如果你对我放心的话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去；如果你对我不放心，我建议你辞掉工作，跟我一起去香港。杨丽萍深知自己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如果让她一个人去香港的话，肯定免不了沾花惹草。为了和自己丈夫在一块，杨丽萍最终选择了辞职。这一切都是朱晓东编造的谎言。早在案发前2个月，朱晓东就已经被公司辞退。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杨丽萍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。杨丽萍辞职后，朱晓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她去杭州游玩。游玩期间，2人拍了很多照片发朋友圈，目的就是为了营造2人夫妻关系亲密的假象。后来在2014年10月17号，2人发生了争吵，朱晓东独自一人回到了上海。丈夫前脚刚走，妻子觉得自己一个人也没意思，于是也回到了上海。到家后，2人相安无事，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。等到第2天早上7点，杨丽萍的生命迎来了终结。这天早上，还在熟睡中的杨丽萍被丈夫死死地掐住了脖子。她不明白她到底哪里得罪了朱晓东，为什么刚从外地旅游回来就要惨遭毒手。渐渐的，杨丽萍就没有了呼吸。妻子死后，朱晓东只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藏在了冰柜里，第2件事就是取出了妻子的4万5千元存款和15万元的信用卡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拿着这些钱请朋友喝酒吃饭，直到第2天早上4点回到了家。到家之后睡了一觉，在晚上7点左右收拾了行李，带着女性朋友全国各地到处旅游。在此期间，他在三亚玩了15天，又坐飞机飞到了韩国玩了15天，回国后还把南京和西藏玩了个遍，直到3个月后花光了身上的钱，回到了上海。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，朱晓东为了隐瞒事情的真相，他拿着妻子的手机，模仿妻子的口吻回复亲戚朋友的信息，
当杨丽萍的父亲给女儿打电话时，朱晓东在短信中写道：“爸爸，我手机坏了，只能发短信，不能接电话，有什么事在短信里说吧。”朱晓东花光了身上的钱财，最终选择投案自首。他认为自己自首的话可能会免除死刑，最终他把自首的日期选在了岳父60岁生日这一天。朱晓东的辩护律师说，他虽然杀害了自己的妻子，但是他最后选择了投案自首，应该从轻处罚。可当地法院并不认可，他们觉得朱晓东是在案发3个月后才自首的。他刷爆了杨丽萍的信用卡，花光了身上的钱财，还用杨丽萍的身份证和异性开房，这种种迹象表明他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，所以不能从轻处罚。最终朱晓东一审被判处死刑。当他得知这个结果之后，不敢相信，很快就提出了上诉。朱晓东的辩护律师称，朱晓东杀妻的行为源于双方的家庭矛盾，属于激情犯罪，对社会危害也不大，应该予以从轻处罚。当地法院再次驳回了朱晓东的上诉，维持了原判，仍被朱晓东判处死刑。最终在2020年6月4日，朱晓东被执行死刑。朱晓东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杨丽萍，并将其尸体藏在冰柜里整整3个月。朱晓东被判处死刑，并于2020年6月4日执行。案件经过调查后发现，朱晓东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杀害杨丽萍的想法，并为此购买了关于藏尸冰柜等恶性犯罪的书籍。他还编造了谎言，迫使妻子辞去工作，隐瞒失业的事实，控制妻子的生活，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老许，我们下期再见。